你还真的是蓄谋已久。跟情感有关的一切，或许都是无解的，只能等时间给出答案。不过年少的我，立下了一个幼稚的誓言。什么誓言啊？虽然有点幼稚，但是我想，我会一直坚持。那会儿15岁的我，对自己说，以后一定要对自己爱的人很好，不论是亲人还是恋人，我要让我爱的人永远不会因为我遭受道德原则和感情冲突带来的折磨和痛苦。明明是安慰你，怎么起了反效果？怕你说哭了？没有，我就是想到那会儿才15岁的你，小小的一个人坐在台阶上一晚上，我就很难过。我也会的，雨森，我也会做到，让30岁以后的林雨森不会因为他爱的人受到道德原则和感情冲突带来的折磨和痛苦。好。不过，有个关键点我要纠正一下。是什么呀？15岁的我，已经超过1.8米了，不是小小的。哎呀！你是不是早有预谋？对，蓄谋已久。您好，是林先生和聂小姐是吧？是。哎呦，欢迎欢迎，一直等着你们呢，请进吧。给你们2位介绍一下我们楼盘的情况。我们望城雅树啊，位于城湖最美的湖岸线，是低密度纯别墅区，绿化率达到了60%。本次我们一共推出16栋别墅，每一栋都坐拥1线湖景，走出自家花园就可以到湖边散步。来，设计呢由顶尖团队执笔，打造了稀缺的中式极简风格，房屋和湖景完美结合，独特的江南韵味十足。小区周边配套完整，医院、国际学校应有尽有。你是要投资吗？可是这里是不是有点偏僻啊？我们公司已经在园区边边了，这里比我们公司还要偏。不是投资，是自住。自住？这里虽然偏，但是开车到我们公司只要15分钟。可是你以后要去上海上班呀。你还在光远？我可以借些激光笔吗？哦，当然。第一次见习教授的时候，他告诉我，
未来上海新建的脑科学研究中心在松江，大概在这个位置。我从这里开车到研究中心大概要50分钟。光宇是在这里，这个小区正好在我们俩上班地点之间，所以这是我设想的未来我们居住的地方。那我们的房子可太适合你们夫妻俩了，我保证，没有比我们位置更好的房子了。那倒不至于，还有2个楼盘，我们也可以去看一下。没有我们这儿好，我们的物业呀是我们集团自己的，服务品质那没话说。秋天，业主还送免费的大闸蟹。你还真的是蓄谋已久。一直在偷偷摸摸的研究。那好吧，为了不辜负你的研究，我们就一个一个的看过去吧。反正今天还有很多时间。那除了大闸蟹，我们还有购房优惠呢，而且我们是现房，不用等。林先生，您做过调查，您应该知道，别的房子起码要等1年，我们现房所见即所得。其实我们还没结婚，啊，不过这些已经是他说了算，你说服他就好。小姐，你信我啊！别的小区你当然可以再去看一看啊，但是绝对我们的最好。我们离你上班地方最近的，你看这条线上，别的别墅都离上海要近一些，您开车上班远一点，你未婚夫肯定舍不得。A me non perdona. Il faut savoir rester digne. 你帮着外人损害集团利益，这件事，我会毫不保留地向爷爷汇报。陈瑞中标了，谢谢你告诉我们这个喜讯，邢姐，你这次虽然落败了，却有了第一时间亲自向董事长汇报的勇气。我想董事长一定会欣慰你的成长。你等着，静候佳音。稳定发挥。常规操作。刚盛行节的意思是不是舅妈他们中标了100%是吗？太好了，舅妈，西瓜，哎呀，我们中标了！我们刚已经从7级带回了盛行节那里知道了。沈总，克制克制，这么多人呢。人已经是开始过来了，不然恨不得飞起来。小高、小林，谢谢你们，谢谢张总、花总，谢谢你们公司。这次你们帮我们太多了，简直可以说是决定胜负的关键。评委会对绿色节能这个理念大为赞赏，我们的设计方案一举拿下高分。我们只起到了辅助作用，还是程瑞团队足够优秀，设计做得漂亮。你这孩子，这时候这么谦虚做什么？妈，我们回去说。什么回去说？妈，回去有什么好说的？你怕丢人啊？今天这事被你闹的，全村的人都知道了。你现在怕丢脸了？当初你和钱方平搞在一起的时候，你不怕丢脸啊？你说说看，小光的男朋友今天第一天上门，你这破事就闹上门上来了，我没有脸了，我的家风都没有了，我丢尽脸了我。小光，报警！不许报！报！别！报！我说报就报！哟！医生，我爸爸究竟是什么问题啊？你是病人的女儿。嗯。你爸爸右耳的内听道明显扩大，内听道口区有个等密度病灶，高度怀疑是听神经瘤。
肿瘤吗？听神经瘤是一种良性肿瘤，一般不会有生命危险。不好意思，我可以在你的电脑上看看 CT 原片吗？病灶的位置就在这里，CT 看的不是很清楚，要做一个核磁共振确认。大概率是听神经瘤，推测在2厘米左右，属于比较大的类型，但压迫不是很严重，粘连情况应该还好。听神经瘤容易粘连听神经和面目神经，粘连严重的话，可能会引发面部和听力一系列症状。你是神外的医生，你这是怎么看出来的？之前是做过几例听神经瘤的手术。那现在要怎么办呀？还是要先做核磁共振进一步确认，确诊了的话就要安排手术切除了。开颅手术吗？那等他醒过来就做核磁。爷爷奶奶，你们先吃点东西吧。不吃啊！爷爷，你头还晕吗？我没事儿，都被吓好了。我这是小毛病，可是他年纪轻轻的就得了这么大个病，都是天天喝酒熬夜，生活不健康啊。你醒了，爸。慢点，快点！哎呀，躺下。没事，我这是在哪儿啊？护士姐姐，我爸爸醒了，我去喊医生。妈，你哭什么呀？我怎么了？你别瞒我，实话实说。先说你不要瞎担心啊，医生说没有生命危险。CT 显示呢，你可能耳朵里长了一个良性的一个东西，但是还是要做核磁共振进一步确认的。什么东西？肿瘤？不可能！我怎么会得肿瘤？医生，怎么样？现在还有眩晕感吗？好多了，但是右边耳朵一直耳鸣。尽快安排核磁检查。今天还来得及吗？最快也得明天了。这里人太多了，还得排队。我去别的医院做。公立医院人都比较多，但还是建议在公立医院治疗。我有自己的专业的医疗顾问。我手机呢？哦呦，你听小林的，他今天帮你爸看头晕，立刻就好了。他这个年纪懂什么？看看小毛病还行，肿瘤怎么看得了？我的顾问都是专业的资深医生。再说，就是换个环境，回头动手术的医生，不管公立私立，肯定找最好的。奶奶，让爸爸自己安排吧。还有一位医生没有在名单上，因为他比较年轻，才30左右，但是他履历优秀，还有海外学习的经历，师从国际权威的听神经瘤专家，做过的手术数量不算很多，但成功率很高，保听保面率都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哪家医院的？松山医院，姓林，是神经外科权威李叔子的爱徒。您看，我们是不是要联系一下他？因为比较年轻，保险起见，不是非常推荐，但是可以考虑请他来参加会诊。那就请过来吧。
好的医生都联系一下。不用去联系了，联系别的医生吧。你们刚刚说的嵩山医院神经外科的林医生已经好久不做手术了。刘医生，你的信息应该更新一下。啊，这确实是2年前的信息了，之前业内也很惊叹，但是后来我倒是真没有再听说过他的消息，正想着去确认一下他的近况。小光，你怎么知道的？奶奶，他说的林医生就是林雨森。你怎么确定一定是他？姓林的医生不少见，年轻有为的医生到处都是。还有，你怎么现在才到？刘医生都说完了。这刘医生不是提早来了吗？刘医生，是他吗？的确，是林雨森，林医生。聂总，这样天赋的医生非常难得，很久才能出一个，说万里挑一都不为过，真不是到处都是的。他怎么会不做手术了？太可惜了。因为车祸，手受伤了。你觉得我报警，想要把钱拿回来，不考虑你的脸面，我还不够考虑你的脸面吗？马念元假冒我的名义约雨森到无锡，雨森在路上出了车祸，从此再也拿不了手术刀，职业生涯全毁。这件事情我告诉过妈妈吗？告诉过奶奶吗？我没有告诉过任何人。雨森也是，在知道真相后，没有对他任何一个家人提起过。我们还不照顾你的脸面吗？这里头还有小玲的事。小玲车祸是马念元害的，可是我们换来的是什么呢？换来的是你更针对他，甚至卡他的股份转让。当然，这是你作为股东的权利，所以我从头到尾都没有找过你。但是我真的想不明白，为什么你对间接毁掉别人的职业生涯一点愧疚都没有，反而在知道真相后变本加厉？是因为你觉得自己对不起别人，所以心虚吗？所以反而更加的做出一副不在乎的样子，来掩盖自己的罪恶感吗？聂希光，你口口声声说我是你唯一的亲生女儿，可是这些年，你忙着照顾你的初恋情人和他的女儿，你把我放在哪里啊？我在南京念书，你来看过我几次？我在苏州工作，在知道雨森的事情之前，你来看过我吗？一次都没有来。雨森误会是我约了他去无锡，所以他恨我车祸之后对他不管不顾，太无情。如果不是我到了苏州，弄清了事情的真相，我可能这辈子都要替马念元背锅了。雨森这么有能力的一个人，如果他恨我，以后会不会顺手就报复我？你考虑过这一点吗？马念元是不是顶着我的名头做过别的事情？是不是以后还有别的锅让我替他背？这些真相大白之后，你调查了吗？你安慰过我吗？你惩罚过他吗？你担心过他做的事情会伤害过我吗？你没有，你都没有，一件也没有做。车祸的事情，你完全相信马念元的一面之词，甚至在2年之后，还要诋毁雨森的品格。今天是他们报了警，你第一时间没有怀疑他们，反而怀疑我。爸爸，你到底有没有像你说的那样爱我呀？你是在骗我，还是骗你自己？作孽呀！真是作孽呀！你怎么来了？在楼下碰见阿姨，就陪她一起上来了。
妈，我在附近办事，想到今天你来看你爸，就来接你了。来都来了，我想我也不必那么绝情，探望一下也是正常的。没想到却听到这些，我觉得我以后还是绝情一些好。西光，你受了这么多委屈，为什么不告诉妈妈？我那会儿怕你难过，后来渐渐的就不想说了。妈妈早就不会为你爸难过了。小林，对不住。阿姨，跟你和西光，还有爷爷奶奶没关系。你妈妈知道这事吗？我想，一场普通的车祸对她来说更容易接受一些。委屈你了。